兄弟登山各自努力，同门对決必分高低。沒有錯，光陽巔峰之作 G7 以及巔峰之作 RTS， 兩大光陽新人蘇克達正面對決的大場面終於來了。好，听到了吗？马上够。但他是瞬間一個推力，也嚇死人。你那麼濃，你要很小心哦。不行不行，對，那個選都差很多了吧？那選掉。不行，你那個是穩，這個是太快了，這個下去更恐怖。這個我有點壓力。哦，你好快哦，不是樂台圈嗎？對不起，太好騎了，太好騎。老虎哎。太好骑了，我咬得很緊哎，必須。你要超前了，慢了已經。完了，我輸了。現在來總決賽 ，OK， 看誰會是車王。Ready？ OK， 好來，3、2、1 ，Go！ 哦，你比較快，你比較快。沒有辦法，我覺得。你的就起步真的要很敢吹才有機會。對啊。喲，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要跟白白來尬掐啦！耶！有沒有興奮？有。可是不是我們要騎 ADV 嗎？這不是 ADV 嗎？是啊，這台車也可以冒險也可以冒險。我越野過了 ，OK 的，沒問題。OK 的，對吧？可是我覺得你最近的那個開頭可能都要改一下。怎麼說？我覺得你已經快變克里斯 G 了吧？克里斯 G， 克里斯 G 了。既然那麼說，我就直接不演了，沒有錯。我今天呢，就是來推坑白白了。你今天必須給我拿下其中一台不是這樣吧？絕對要，真的假的？對，因為自從我接觸蘇格達，應該有我去年8月份開始接觸蘇格達嘛，然後我覺得蘇格達真的有很多甜蜜的點，你一定要體驗。對，有我們已經體驗過那個環島了，這樣子。可能看什麼車啊？我覺得車啦，對啊，我覺得這台真的很適合你。確實，因為我之前是騎 VJR 啦，對啊，上次這樣環島真的是14年的車嘞，好10幾年了我覺得。而且身為一個科技新貴呢，G7這個東西真的很適合你。不管它操控性啊，還是它的任何東西，真的很適合你。它就是它的外形啊，這些有一點打中我的心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準備好尬掐了嗎？可以的。好，我們待會賽道上見。耶！好了，哎呀，要尬掐啦，各位。我前面哦。對啊，我都跟你後面。OK 啊 ，Let's go， babe。OK， 3、2、1 ，Go！ 哇，好輕快哦，好輕快哦，太輕快了。起步很順哎。你好快哦，不是樂台圈嗎？對不起，太好騎了，太好騎。老虎哎。太好騎了，這路好粗哎，很粗啊，所以我才說千萬不要倒下來。賽車，你就往那輪胎邊磨好些，磨滿。哇，這個彎太急了吧？很急啊！哇，這邊有細沙，注意。白白騎好快哦！我被 KTN 帶壞了，拍誰？果然是彎道快才是快。一圈了，你覺得暖還夠了嗎？再一圈好了。好，再一圈，暖胎圈。再一圈好了，50、60啊，不行！白白騎好快哎，怎麼回事？耶！不行，我咬上去了。糟糕，暖台又騎那麼快了，待會怎麼辦？哇，這邊還是有石頭，要注意，很多那種小石頭。目前還可以吧 ？OK 啊，都 OK 啊。只是我不知道他的抓地力能到什麼境界了。但我不想挑戰極限，就是你有什麼高速彎，你都是那種很急啊，緊繃的彎，對，很急的彎。安定恐怖就在這邊，安定的彎都很凶，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油箱可以加了嘛。對啊。OK，再跟白白正式尬掐了。OK 啊，來，誰輸誰贏？就安全之下的緊繃期。1、2、3 ，Go！ 哇，好快啊，白白！那加速很快呢。
不敢！哎，这樣伸腳嘞！啊！我对車子沒有信心嗎？這樣伸腳？拍誰？我390敢壓了，輕腳不敢下太多。哎，你還伸腳也危險呢，我覺得你要相信他的 PTM， 相信他的獨立後搖臂。好的。哦，但他那個傾角的變化很舒服呢。哇，彎中稍微開油。好恐怖！我不懂為什麼 RTR 還是太小台了嘞，我身體有點卡的。有點卡哦。對啊。你可能 G7 比較適合哦。對啊。然後衝大直線哦。好，油門一拜了，油門一拜。我真的不敢到70，好恐怖哦。哇，你還有看時速表，我根本不敢看時速表，只敢看那個路況前方。來看出彎點。我其實來上 on road 安駕了。哇，這個彎的路線我不會抓呢。很急呢。會比較溫柔。它車速會比較線性，然後 RT 會比較衝一點。OK， 最後直線了。OK， 慢下來。你先出發，來，準備好了嗎？1、2、3 ，Go！ 看它是瞬間一個推力，也嚇死人。對啊，哇，還是 G7 的油門比較線性，比較好掌控。哇，彎中穩定多了。對啊 ，G7， 你那彎中你要很小心哦。不行。對，那個懸吊差很多了吧？那懸吊。不行的。G7 穩定多了。你那個是穩，這個是太快了。對啊，現在我很游刃有餘嘞，完全沒有壓力耶，騎到 G7。這個我有點壓力。哦，而且它剎車比較利一點。你看我咬得很緊哎 ，G7。你要超前了。你慢了已經。完了，我輸了。你就知道我剛怎麼騎得那麼游刃有餘了。對呀，固手式引擎，獨立後搖臂，那個紅牌中間那後輪真是很好掌握哎。這個有一點點會飄的感覺啦。對呀，你看我現在完全很輕鬆，我剛騎 RT 跟後面跟得很緊繃哎。哦，這個我是真的會給他，等一下。哦，不行。我覺得它有 KTM 的感覺，哦，有點不可控嗎？對，有一點難掌控。啊，準備油門一拜哦。我直衝。哇，加速還是很快 ，RTS。對啊，它可以啊，它比 G7 加速再快。你要記得你這台車是沒有彎道 TCS 跟ABS 的哦。幹，真假的？對，你是有傳統的，對，傳統的 ABS 跟 TCS。應該說這台車很吃技術了啦。騎 G7 真的比較無腦哎，真的。對啊，比較安心哎。對，超穩的彎中，容錯率很大。我覺得 RTS 比較適合年輕人，想要衝動一下 OK 的。對。好，慢下來。真的嘞，其實 G7 真的是很輕鬆哎，很輕鬆，完全沒有壓力哎，真的有差。真的。OK， 好，停下來。記得哦，你起步的時候不要直接灌嘞，你要有點2段式在油門一拜懂嗎？不然真的會很衝。我剛就是直接灌下去，不，差點飛走。安全第一啦，可以評估啦。可以來，準備。好，來3、2、1 ，Go！ 哦 ，OK， 我回來了。我感覺一樣嘞。对啊，我覺得是你胖的關係，不然你應該會比我快的。我應該會再快，對，但我不敢。哦，我不敢壓呢。我很輕鬆嘞，我。那你G7可以哦，不好去哦。你看我的就路線可以隨便選呢。只是沒有油箱夾，真的還是有點怪怪的，像沒有穿衣服一樣。啊，沒有東西可以夾。來，準備出發，油門一拜咯。再一亂嘛哈。來，衝啊！油門一拜。好恐怖啊 ！OK， 最後一圈。拜拜，你就如何？爽。
是還想要騎 G7？我覺得 G7 比較好。對嘛，沒有比較，沒有傷害。真的呢，還是有差。他真的來試就知道，因為他真的不怕貨比貨，你真的來試就知道。我覺得 G7 主要是它的就騎姿舒服，然後它真的彎都是很穩定，它的彎中。對啊。然後油門反應也不会到很爆衝。对啊。能穩能穩。哎呦，我看我後面還有滑一下的後面。你是壓多凶啊！好來，3、2、1，Go！ 哇 ，TC 有介入哎 ，TC 有點恐怖哎。來第二次啊！好来啊，準備好了嗎？1比0先。好來，3、2、1，Go！ 好，看到胸肩。哇，1比1嘞！我覺得是我起步慢了。你怕了？我怕了。对啊，這兩個直線都不差呢。最後是1比1。沒錯。現在來總決賽 ，OK， 看誰會是車王。Ready？ OK， 好來，3、2、1，Go！ 哦，你比較快。你比較快，沒有辦法，我覺得你的就起步真的要很敢吹才有機會。對啊。OK， 我們兩個賽道新手終於體驗完了，體驗完了，覺得怎麼樣？哇，兩台帶給我完全不同的體驗。對對對，剛我第一個是騎 G7 嘛，對啊 ，G7 的我原本想說它應該很大一台，然後軸距又特別的長，對啊，想說會不會彎啊，那個過彎啊還是什麼，可能沒那麼靈活或比較不穩，不會。它的靈活度讓我有點訝異，它其實那個壓彎那些之類的，讓我還蠻安心的。對對對，安心起來。而且不得不說啊，我真的覺得真的是沒有比較，沒有傷害了嘛。因為在如此短時間內就是交換期，然後就是那麼緊繃賽道哦，反而長軸距，然後輪寸大1寸的，反而還比較好操控。對对對，因為很反直覺。最原本我覺得應該是 RTS 表現會不錯，對吧？但 RTS 確實它的轉彎更靈活了。但是靈活到我有點怕的那種靈活。對，像我之前也是說過了嘛，說它很容易就是前腳下過多，你要修正回来。對对对对，就它是動力可以給的比 G7 再更兇，反應更快，跟 KTM 有點像啦，瞬間油門的一樣。沒錯，尤其起步的時候差異很大。對对對，起步的時候真的可以完全的放心油門一拜。對你 G7 你油門一拜 ，OK， 它穩穩帶你加速啊，這個一吹可能是會。這個起步也是可以直接灌到底啦，不過你要有準備，要準備，就是你身體要壓低，然後重心往前，要有心理準備，不然你真的會被嚇到一下。這台真的如果練得好的話，應該表現會比 G7 強。哦，絕對啊，我覺得。可是畢竟我是日常騎乘啊，對吧？日常騎乘現在年紀也大了，對，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安定感。對，而且我們也是一般消費者，我們不是什麼選手嘛。對啊，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這樣2台下來的話，G7 好像比較好一點。哦，所以你要分期還是現金？有好一段時間沒有仔細的研究速克達了，對啊，我這2台真的現在的科技進步很差，真的跟我們那10年前差很多。對，因為你是騎14歲的 VJR 110，對，所以有點像是就 iPhone 6換成 iPhone 18的感覺。對对对對，因為 RTS 我提起來比較像我們的 VJR， 因為它一樣還是傳統的 CVT 系統嘛，這些東西，但就是現在這個時代多了一個電推的東西。對對，它幫助了就是我們一般油車傳統在起步的時候高油耗。然後動力給不足的狀況，這樣子。那有電推的話，你瞬間起步它就可以更順，而且油耗什麼表現其實反而是比較好的啦。而且到另外一台真的 G7的話，它的所謂的 PTM 嘛，你怎麼說？對對 ，PTM 應該說，PTM 我記得是光陽目前最新的技術吧？從 KRV 就有了，KRV 就有了，從4、5年前吧，就是這種一體式的設計。對，就是台灣唯一白牌級距有這個東西了，有這樣的。再上去的話就是 AK 或者是就 T-MA 了，就變黃牌的啦，甚至紅牌的車了。沒錯沒錯，把大型重機的那種感覺弄出來。對，沒錯，因為也是真的第一次體驗，對吧？等於說它還是有一個 CVT。但是它後面
就帶到了鏈條來去做傳動這樣子。對，這個是說就是 CVT 的。對 CVT， 它變成以前的挖弓和皮帶都在這邊，而且很短。我還有看了一下結構圖，還蠻短的。然後動力輸出以後，它後面還是再用一個鏈條去帶。哦，其實老實講，我覺得這應該能量損耗應該還蠻大的啊，認真來說。對啊。對啊。可是我覺得它帶來的感覺是它的那種連貫性。或者那個慣性有比較像擋車那種 feel 啦，像我之前騎800吧，那種引擎的那種持續帶的那種慣性，這台車比較會有那種 feel。所以之前克里斯都講，你不是說那個擋車感嗎？對，沒錯 ，G7 會有這個 feel。我覺得 G7 可惜的是，我覺得你要去騎3道，它的差異才會被放大，不管是上坡下坡啊，因為這邊它的動力衔接感舒舒服服。所以說，我真的很不想一直放毒龙嘛。可是对我來說，G7。它能比較是 G7 VS 其他速可達了啊，對啊，红旗真的是沒有，天啊不行，我講這個就變成光陽的形狀了，不行不行，那很可怕。你觉得克里斯 G 了？我可以接受，我是 G7 的形狀，可是我還是對那個什麼光陽，我還是有點別扭啊，有點可怕啊，有點驚悚啊。那大家都喜歡 G 啦，对啊，所以你的最終決定是？哇，今天這樣測試完，我覺得。最後我的決定是，G7 好像比較好一點。所以你要噴橘色嗎？對啊，這個有出橘色版，你要自己改了，要自己貼，自己貼紙，對。我現在已經變橘色的顏色了。不過太棒了，而且我真心很希望白白也騎 G7 了嘛，因為我覺得第一，我觉得他的工作需求也用得到，因為通勤什麼，我觉得還是比單車方便多了。確實啊，現在那個390沒什麼地方放東西啊，這個回到箱子的世界。第二。白白是個鋼鐵的理工直男，對。然後他除了有一些就是結構、機械那有的沒的知識之外，他也會動手修車。像之前的 BMW 800GS 嘛，也給他妙手回春續命了很多年，真的不行才報廢了。對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白白可以入手 G7，然後每天去找他的 bug， 因為其實嚴格來說他是從 KRV 改款過來的 G7，然後之前的主要問題是。電腦的問題啊，就7哦，因為那是之前是聽說是光陽自制的電腦，爛到爆，然後現在換成就精兵系統了，對，所以其他問題我不知道，希望這工程師可以深入體驗，每天騎好騎，然後抓了 bug 出來。我們來相信他的 ECU 啦，對了，看他的表現了。感謝白白的誠心分享。經過這一次的 RTS 與 G7，在兩位擋車玩家之間緊湊的交叉超駕體驗之後，我對這兩台的體悟也更加的明確。簡單來說，就超駕性格而言，喜歡熱血，喜歡極限，喜歡每次的油門一拜都伴隨着激情，甚至逼近時空邊緣刺激感的話，那 RTS 絕對更符合你的胃口。就像身為 KTM 車主的白白，也從 RTS 身上見識到了 KTM 那股暴力與不安分的野蠻。而 G7 則是把速度、舒適與穩定取得了更好、更絲滑的平衡。反正對我來說，繼續騎過，真的就回不去了。老話一句，懂的都懂。OK， 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。喜歡我影片的朋友，記得按讚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